皇上，奴婢来伺候吧。莲霜突然出现，萧玉立即皱眉。太医呢？已经去请了。莲霜有些无措，娘娘的热症多半是那伤口引发的，她单怕太医发现娘娘身上的伤，想先为娘娘处理，可皇上怎么一直待在这不走？皇上，娘娘流了好多汗，奴婢给她擦一擦。这之后，萧玉便起身离开了帐中。帐内，莲霜解开娘娘的腰带中衣，那伤口果然裂开了，再不处理，血肯定会渗出来。幸好来得及。莲霜在里面忙作一团时，萧玉就坐在外面，他视线冷冷地望着窗外，夜色深重，好似潜藏着吃人的兽。皇后这边自有人照看。萧玉站起身准备回紫宸宫，可随即就被墙角的东西吸引。那口箱子像是皇后的嫁妆，他走了过去，突然感觉到脚下所踩的砖块脚感不对劲，似有松动。他眸色一暗，低头望去。凤九妍这次伤得不算重，但逼毒十分艰难，一连几日天天放血，才将那毒彻底清除，是以他的脸色惨白胜雪。加上日夜兼程的往回赶，身体就越发受不住了。不过他恢复的也快，翌日天亮后他便醒了。这里是永和宫。是永和宫。娘娘，您昨晚昏睡不醒，高热不退，宫外的大夫没得用，皇上便将您带回宫了，还是宫里太医的药顶用，您这热症已经好多了。凤九妍回忆着昨晚的事，但记忆只停留在她晕倒前，之后发生了什么她一概不知。娘娘，药一会儿就要好了，太医说您还得再喝几日呢，可是您的伤口，奴婢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。芳菲殿，贵人，你听说了吗？那孟行舟伤得极重，他也真是个没福气的，眼看就能被封万户侯了，突然又中头昏迷。奴婢还听说他是被那老梁皇刺伤的，可真是笑死人了。此事与我何干？让你去打听皇后回宫一事，怎么说？他要争宠，他费尽心思都走不进皇上的心里。如今皇后又回来了，听说还是被皇上一路抱回永和宫。然而他刚到永和宫附近，就见到了圣驾，他不禁停住，远远地瞧着。本以为皇上只是路过，却见圣驾进了永和宫。殿内，凤九妍坐在床头，萧玉则直接坐在床沿边。身体如何了？尚可。孟行舟要来皇城述职，他战功赫赫，将军宴一事本该交由你操办，但你身体抱恙，朕已让宁妃去安排。谁来操办这将军宴，凤九妍都不在意，他只有一个困惑：孟少将军不是受伤了吗？他回来前就和师傅师娘商量过，正好能借着被梁皇刺伤一事，继续装病卧床不起。今早来的信，他已经痊愈，最多半个月就到皇城。萧玉并不知道，那孟少将军近在眼前。皇后，是，皇上还有何吩咐？萧玉眉峰皱起，吩咐？这话听着不像夫妻，倒像是君臣。无事。他最终还是没说什么，眼底蕴藏深意。他无话，凤九妍也无言。紧接着萧玉便起身离开了，临走前叮嘱他：好好休养，后宫还有许多内务等着你处理。回到御书房，皇上，那九节边的事，昨晚他就知道了。皇后寝殿的地砖下有暗格，皇上在里面发现了一匣子，匣子里装着九节鞭还有其他武器，而九节鞭正是之前那女刺客的武器。皇后和那女刺客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勿要打草惊蛇。他原本也是想直接问的，但若是皇后有心隐瞒，便是问也问不出个结果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皇后得查，但需要暗暗的查，无外乎是两个结果：要么皇后与那女刺客相识，要么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宁妃负责操办将军宴，太后对她寄予厚望。皇上把此事交给你，说明很看重你的能力，你要好好办，别出现任何差池。还有，你呀也多去皇后那边走动走动，问问她的意思，让她心里舒坦些，你们的关系才能更加亲近呢。姑母，上回我诚心提出想与他联手，他却对我不屑一顾，难道还要我伏低作响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秀婉，论才情，论样貌，你哪样不比其他妃嫔强啊？可你为何得不到皇上的宠爱？得以他人为镜，取长补短，后宫争宠可比打仗还要难呢。各中门道得你自己去体会。是，姑母。次日，凤夫人入宫。娘娘，身体要紧啊。南齐有那么多将士，实在轮不到九妍一个女子领兵打仗。养几日就好。
凤夫人神神秘秘地拿出一瓶药。凤九言起初以为是金疮药，却听母亲道：“这是你父亲花重金求来的，能让你做个普通女子。”什么药？是能让你内力尽失的药。凤九言浑身一僵，素来平静镇定的脸上浮现一抹愤然。他倏然起身，扯动了腹部的伤口，却已不觉得痛，因为比起这身上的痛，亲生爹娘要废他内力，更叫他心中生寒。九言，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了，你这次去打仗，娘寝食难安呐。你爹这方式虽然独断了些，可他也是为你好，为凤家好。够了，莲霜，送夫人出宫。凤九言转身背对着自己的生母，眼底满是失望。娘走了，但娘还是想让你知道，作为母亲，宁可你恨我，也想你平安活着。凤九言始终没有回头，他紧攥着那药瓶，猛地用力一握，那药瓶便碎了。他依旧紧握着拳头，身体紧绷着，克制着怒气。御马场，凤九言骑着马在御林中疾跑，风吹起他衣摆，猎猎作响。他的眼神坚定冷毅，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打算。不知跑了多久，直到伤口剧痛、头晕眼花，他才勒停马。随着马儿慢走，他轻身伏在马背上，一只手捂着伤口，一只手攥着缰绳，额头上沁出豆大的冷汗，紧咬着双唇。就在他意识昏沉之际，一个白衣飘飘的身影跑来，他好像又有了幻觉，听不清男人说什么。他松了缰绳，抚摸那男人的脸庞，眼神里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深情缱绻。皇嫂，皇上，皇嫂的。萧玉眼眸深邃地望着那趴在马背上的人，他一副喝醉酒的模样，昏昏沉沉，垂下的一只手掌心鲜血模糊。莲霜找来御马场，就看到皇上抱着娘娘出来。萧玉把人抱回永和宫，让太医给他处理伤口。莲霜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皇上，娘娘手上的伤无大碍，只是病体未愈，万不可再骑马了。禀退太医后，萧玉看向莲霜，皇后怎么伤的？奴婢奉命送夫人出宫，没看见。凤夫人，她对皇后说了什么？萧玉那冷峻的脸上附着寒意。莲霜摇头，奴婢也没听见，夫人让奴婢出去了。他一问三不知，也是在有意隐瞒。萧玉皱着眉，滚出去。莲霜也出去后，寝殿内只剩下萧玉以及昏迷中的凤九言。萧玉眼神沉澱地望着他，若只是普通的气血亏损和风寒，怎会几度昏迷？除非他身上有伤。又想起这寝殿里藏着的九节鞭，萧玉眼眸一暗，随即他伸手向凤九言的腰带，腰带散开后，衣襟也随之变得松散，露出他的锁骨以及小衣的系带。萧玉将手伸向他领口，只要他轻轻一扯，就能查看他身上是否有伤口。但就在触碰到他衣襟时，萧玉的动作一滞。不知为何，所思所想是那晚马车上，他身子紧贴着自己，那柔软，那滚烫，不由自主的呼吸变重。旋即，萧玉像是触碰到烙铁一般，将手收了回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凤九言醒了，如同被积雪压弯的竹子，倏然抖落白雪，倏然弹起。他也是那般倏然坐起身，仿佛诈尸，直勾勾地盯着萧玉。他的眼神清冷又疏离，看着萧玉，远远没有昏迷前看瑞王时候的深情似水。朕只是看你身上有无伤口。谢皇上关心，臣妾没有受伤。萧玉只觉得他太过冷静，好似什么都无法打破他那份平静如水，只有在神志不清时才会流露出一丝真情。就好比那天晚上，他看着萧玉说：“我要做你的妾。”萧玉倏然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俯视他：“给朕好好待在永和宫，别出去做有损皇后身份的事。”说完，他就拂袖离去。凤九言对他的话毫不上心，他庆幸自己醒来的早，否则真要被萧玉发现身上的伤口。莲霜，奴婢在。娘娘，您这次昏倒，皇上生了好大的气，奴婢不敢说你和夫人的事。可是娘娘，那药，夫人让您务必要。不必听。御书房，皇上，皇后娘娘她，娘娘那时一定将臣看错，当成是皇上您了，所以才会那般异常。瑞王素来洁身自好，萧玉不会疑心他。皇后神志不清，认错人也正常。凤府，你看着他把药吃了吗？再给他点时间吧。凤夫人现在想来也是于心不忍，九言练就那一身本事不容易，就这么让他自废内力，实在残忍。哼，我一个好好的女儿被孟家教成什么样了？北大营，
孟将军训兵回来，就瞧见夫人坐在那儿生闷气。夫人呐，是太相为夫了吧？孟夫人将一封信甩到他面前，气得脸色发青。你自己看，竟然要我们和九言断绝关系，不让九言上战场。他们凤家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？竟有此事！孟将军向来好脾气，这会儿也忍无可忍。哼，夫人呐，不必理会，九言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，除非他自己不肯认我们这辈子是不会弃了他的。孟夫人看他这反应，嗤的一声笑了，方才的怒意也一散而去。乔默带九言去皇城述职，这几日也快到了吧？是差不多了。这事我原就不同意，如今也只盼着他能顺利。皇上几次来旨，每次都以边境不安定为由，拖延去皇城述职。已经有人上书弹劾我们拥兵自重，居功自傲了。此次大胜梁国，边境已定，皇上大办将军宴，其他几位将领都会去，就我们不去，只怕又要引来闲言碎语啊。更何况那几位将领本就对我们北大营有诸多不满，尤其那死了外甥的孙德芳，还不知道会如何告黑状抢占功劳呢。我们北大营将士打下来的大功，可不能毁在奸佞之言上。的确，一直装病也不是法子，别的事儿小，万一皇上听信小人之言，收了万户侯的封赏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可不是，几十年才出一个万户侯，我就是怕这事儿被人给搅黄了。哎呀，夫人放心，乔默虽然胆小，但也是个聪明机灵的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他不会出岔子。怕就怕他太聪明。皇城，皇上，皇后娘娘这几日一直待在永和宫，并无任何异动。没有异动，可疑。若非察觉到那些暗卫的存在，不会这般警惕。皇后的身子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今晚长信宫点灯。遵命。陈疾了然。色至，萧玉摆驾永和宫。这将军宴虽交由宁妃筹办，但你是皇后，少不得要好好把关，切勿懈怠。是。但随即，萧玉突然放下筷子，拳头紧握，眉头紧皱，似乎是疼痛难忍。凤九言一抬眼，便看到他脖子上隐约浮现一道银线，这是天水之毒。他瞳孔一缩，萧玉的毒不是都解了吗？如何还会毒发？萧玉蓦地起身，嗓音阴哑低沉：“摆驾回紫宸宫。”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径直离开永和宫。凤九言看着他背影，眼神冷凝。亥时初，长信宫亮了灯火。萧玉坐在殿内等了一个时辰，皇上应该不会来了。突然，门外响起嘟嘟两声，眼前的人并非那女刺客，而是一个普通的小太监。奴才参见皇上。你为何在此？皇上饶命！奴才是与宫女相约，见有灯火，便以为他早到了。皇上饶了奴才这回吧。哼，拉去行者司。是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萧玉没有理会这求饶声，而后抬手擦去脖子上的痕迹，果然还是太假了吗？所以没能骗到他。不过只有亲眼看到，才能知道是假的吧。永和宫，凤九言已经安置，突然听到轰的一声，皇上，娘娘已经歇下了。退下。皇上，突然来臣妾这儿有何事？话音未落，男人一只手握住他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攥着他的手腕。凤九言眉眼微冷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皇后，这难受的紧。凤九言心中一凉，他果然在怀疑自己。莫名多出的暗卫，今晚在他面前演的一出戏。虽然不知道皇帝的疑心从何而起，但他用假装天水毒发来引自己现身，未免太拙劣了。皇上哪里难受？可有请太医？皇后当真不知吗？臣妾自是不知。每个人的脖子、手腕粗细都会一样吗？还有，人身上自带的味道，大抵也是不同的。皇后，你觉得朕的记性如何？话间，他攥着凤九言手腕的手，大拇指摩挲着他手腕内侧，带着几分暧昧意味，却充满危险试探。臣妾听不懂您说的这些。那么，你给朕好好解释，你殿内藏着的九节鞭、银枪是谁的？凤九言身体一怔，原来他看见那九节鞭了。萧玉对气味没那么敏感，纵然他闻到过那女刺客身上的味道，但那味道极淡，转头便忘了。
他也确实掐过那女人的脖子、手腕，但他的手不是量尺，不可能一试就知。何况女子的手腕大差不差，单靠人手估测做不到那么精准。是以他不过是在吓唬皇后。这招对别人有用，可凤九言是谁？他身经百战，时常审问细作，这样的手段他再熟悉不过。臣妾可以解释，臣妾身边除了莲霜，还有一名女暗卫跟着臣妾入宫，随身保护。那些东西正是她所有。暗卫？她是我偶然救下，身份不详，我见她可怜，便收留在身边。此事爹娘并不知情。入宫后，我让她暗中调查凌燕儿，能够扳倒凌燕儿，她功不可没。萧玉那俊逸的眉紧锁。初次见到那刺客，便是他潜伏在凌霄殿。那次他匆匆逃离，消失在永和宫，听起来都能说得通。但萧玉没有轻信。现在他人在何处？他并未卖身为奴，来去自由。臣妾出宫祈福前日，他便辞行了。他说想去北境看看。你舍得让他走？本就是萍水相逢，他帮臣妾找到凌燕儿的罪证，恩情已还，便是两不相欠。即便舍不得，也留不得。皇上方才那般，难道以为他是臣妾假扮？萧玉没有回答他，只说了句：他若回来，帮朕带句话，告诉他，关于那给朕下毒的人，朕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。若他真有其他线索，自己便不能错过。他临行前给了臣妾一个地址，可传递消息。皇上有什么想说的，不妨写下来，臣妾可代为。事关紧急，朕要亲口对他说。是，臣妾会传信提醒他。至于你私养暗卫的事，每日面壁1个时辰，为期1个月。是。紫晨宫，永和宫内的暗探尽数撤回。皇上，您真的相信皇后吗？而以下，就看何时上钩。次日，百官汇聚宫中，共赴将军宴。帝后坐于高位，酒过3巡。孟少将军以1万胜12万敌军，又仅以30人拿下醉山谷，已成为我南齐一段奇谈，下官佩服。还不等他开口，一旁的孙德芳冷嘲热讽道：这位大人，难道你不知道所谓30人攻占翠山谷，背后是有5万人的吗？这么说来，是孟行舟谎报军情，霸占军功。此事朕早已知晓，兵不厌诈，无伤大雅。难道诸位是觉得以5万大军拿下寒山坡很容易吗？这些官员这才闭上了嘴，没再说闲话。孙德芳突然起身：皇上，此事瞒无可瞒，孟行舟只能告知您，可其他的呢？皇上，应当彻查孟行舟，恐怕北大营的那些兵都成为孟家父子沽名钓誉、伪造战功的棋子了。这些年他没少派人去调查孟行舟。孟行舟的清白，没人比朕更清楚。谁敢疑心，下场犹如此悲。他手一松，那酒盏已经碎裂，叫人心惊。孙德芳神色一正，旋即憋闷地坐了回去。听闻江嫔娘娘舞姿曼妙，能坐鼓上舞，我等都想一睹风采啊！江嫔自凌燕儿被流放后，一直低调行事，让她当众起舞，这太为难她了。背鼓。江嫔瞬间沁出一身冷汗，同时也对帝王寒了心。皇上把她当成取乐的舞姬吗？情急之下，他也不知怎的就望向了皇后娘娘。江嫔，为凯旋将士们献舞，委屈你了不成？还不去准备？且慢，皇上，用通天鼓如何？通天鼓是祭祀所用，顾名思义，以鼓声与神明交流，或为祈愿，或为还愿。皇后是何意？臣妾为将士祈福，如今大获全胜，本该还愿，可身体实在乏力，正好借着今日众将士都在，让江嫔带臣妾击响通天鼓，向上苍还愿。将士们只是想看鼓上舞，是以在什么鼓上舞并无分别，但对于江嫔和其他人而言，意义截然不同。江嫔的心情豁然开朗，若是在通天鼓上作舞，她便是神女，谁也不能看清了她。萧玉引了皇后的意，她的视线扫过那宁妃，偌大的后宫，佳丽众多，却没一个有脑子的。不，准确来说，即便够聪明，也都只想着明哲保身，明争暗斗，从来不会施救于人。一舞毕，皆是拍手喝彩声。赏。江嫔娘娘，末将带楚地将士们敬您。皇后，末将带万千将士敬您。听闻您祈福3月，真乃我南齐贤后。楚地皆兵，此战扬名，将军无愧乡亲父老。如今北境安定，未成家者，朕许1月之假，归家娶妻，多添子嗣。谢皇上承恩。酒过几巡后，皇上，
不如就摆一场擂台，任何想要挑战孟少将军的人都可以轮番上去，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我南齐战神的本事啊！啊！萧玉知道孟行舟有伤在身，孟行舟，你可愿接受？臣愿意。凤九言的视线落在乔墨身上，他了解乔墨的本事，和这些人对战不至于吃亏，但双拳难敌四手。皇后担心孟行舟？没有。恩德方上场，多少带着私人恩怨，谁都看得出孟行舟有些落下风了。皇后，你失态了。突然，随即孙德芳一把扯下了他的面具。快看，那分明是个女子。据朕所知，孟行舟乃孟渠独子。你既是女子，便断然不可能是孟行舟。说，真正的孟行舟呢？皇上，真正的孟行舟孟行舟早在5年前就亡故了。这些年一直是我在假扮。皇上，臣女乔墨从小拜孟将军为师，精通易容变声之术。孟行舟是我的师兄，待我如亲妹妹。5年前，师兄与我外出送药救灾，却遇敌军火药偷袭，他为了救我，没了。那之后，民女不忍师父师娘承受丧子之痛，借口炸伤了脸，一直假扮师兄陪伴二老。而后过了2年，师父奉诏为将，民女也一同进了军营。此事都是我一人所为，我的师父师娘他们都不知情。你可知冒名顶替乃欺君重罪，罪名一旦成立，你便是死路一条。皇上明察，民女所言句句实情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皇上降罪。皇上，臣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验明此女的身份。此番作战，孟少将军遭梁王所赐，所以只需将此女带下去，看看她身上是否有伤。萧玉一个眼神过去，就有人照做。不多时，负责验身的嬷嬷来大殿禀告：皇上，那女子腹部的确有刀伤，是近日造成，且有残毒，而且还从她身上找到了兵符。兵符，尤其是那块飞鹰令，足以证明乔墨的身份。如果真正的孟行舟尚在，又或者孟渠只是叫人假扮自己儿子，不可能把兵符这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乔墨。皇上，民女有罪，民女做了糊涂事。民女从小就想像男子一样投身军营，报效国家，故而心存侥幸的上了战场。可在军营这3年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如今北境已定，梁国顺服，民女已无憾了。哪怕要赴死，也能无愧先祖，无愧自己。皇上，此女忠勇，远胜过许多男子，不可杀呀。皇上，军纪如山，女子假扮男人混入军营，乃大罪。若不杀之，无以正军纪。欺君之罪，本该处以极刑。但念你这些年建功无数，朕不杀你。乔墨，你作战有功，然女子不能为侯。朕赦你欺君死罪，特封你为我南齐第1女将军。凤九言沉默着，不发一言。乔墨的心思昭然若揭，他若再瞧不出来，岂不是太蠢了？永和宫，速去趟东门，将此信交给伍佰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是，娘娘。当初他假扮孟行舟，是为了孟家祖母。老祖母生了场大病，一直靠求生的意志吊着口气。若是知道唯一的孙子死了，定会受不住刺激，撒手人寰。希望师父师娘收到信后早做打算。废弃的冷宫内，师姐妹相对而立，乔墨一副颇为内疚的模样。师姐，面具掉落，我实在没法子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做什么女将军，我只想跟在你身边。师姐，你在怪我吗？这一切，我是正合你意吗？师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的。我害怕打仗，我怎么会故意做这些事呢？难道当女将军我就高兴了吗？师姐，我最在乎的就是你和师父师娘了。一听皇上说要调查北大营，还要惩罚师父师娘，我就吓坏了。我只是想保护你们，可我不够聪明，想不到什么好办法，我只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的罪责。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。师姐，难道连你也不信我吗？凤九言甩开他再次伸来的手，反手掐住他脖子。你想做将军，想要战功，可以同我说，为何要用这种手段，故意被揭下面具，挑拨孟师兄以死之事？师姐，我没有。你知不知道孟家祖母知晓此事会如何？乔墨，师父师娘教养你10多年，你的良心呢？师姐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弄掉面具的。眼看他就要窒息呛死，凤九言猛然松手。给我回北京，自己去向师父师娘请罪。少将军的位置他从来不稀罕，他最初假扮孟师兄只是为了孟家祖母。乔墨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将孟师兄的事扯出来。师姐，你最疼我了，我真的没骗你。凤九言颇为失望，
他确实疼爱乔木，哪怕发生这种事，也没有当众揭穿他。给师父师娘去信，也只是重点说了乔木的被逼无奈。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最好清楚做将军意味着什么。凤九言扔下这句话便离开了。乔木独自留在冷宫的漆黑中，眼底一片决绝。我当然知道，至于孟家那老太太的生死与他何干？将军宴结束后，萧玉径直摆驾永和宫。他身上有些酒气，但没有一丝醉意。皇上，娘娘已经安歇了。萧玉没听他说完，径自往寝殿里走。女子侧身坐在帐内，自己给自己绞干头发，如同美人依水，垂手以水为镜，身影窈窕，凹凸有致。凤九言以为是莲霜进来了，衣裳拿来。不是说身子不适吗？凤九言倏然转头，一看是萧玉，眉心微拧。不必行礼。皇上先坐，臣妾叫人奉茶。这些账目不对。凤九言解释，正是觉得不对才看的。他本就因为乔木的事心烦，也只是为了打发时间，不打算细究。后宫之事不能一叶障目，看似眼下造成的结果，实则很早就开始一点点渗透，小人毫无察觉。闻言，凤九言的神色猝然一变，很早就开始。乔木今日所为，定然也是从很早开始就布局了，不可能是突发奇想。从写武林盟北上开始，乔木就计划着慢慢顶替他了。不，或许还要早。皇后，萧玉蓦地唤他，打断他思绪。凤九言回头，未来得及调整表情，脸色流露着一丝严肃与不耐。何事？子嗣一事。子嗣与他何干？您说。宗室中若有可造之才。萧玉对上他那探究的强烈视线。看朕做什么？皇上，请恕臣妾直言，您难道真的不行？萧玉的眉眼骤然变得寒彻，他居然怀疑自己不行。萧玉膝下无子，他是万一猝然驾崩，便无人继承大统，朝中生乱，必有外敌，届时各国趁虚而入，边境战事就会不间断。皇上，此事不该讳疾忌医，您若有什么隐疾，隐瞒遮掩不是长久之策，应当早发现，早治疗。男人的眉宇间一片冷峻，仿佛冰霜凝固，耳边皇后的声音还在继续。从皇室旁支中挑选储君，非皇上您亲生，不利于社稷，是以臣妾不认同。够了，朕以后当然会有亲生的孩子，此番只为提醒你，朕永远不会和你有孩子。你若想要，就早做打算，从皇室宗亲中选择。也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。皇上既然无病，臣妾便放心了，但您实在无需为臣妾费心。萧玉没再和他说一句话，眼含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后甩帐而出。娘娘，奴婢方才瞧，皇上好像不大高兴，不是您和皇上吵起来了吧？我没那么空闲。危墙一案的神秘人还未找到线索，乔墨这边又生事端，他哪里有时间和皇帝争执？那就好。娘娘，皇上性情古怪，阴晴不定，奴婢真怕他又来为难您。帝王仍在处理公务，殿内寂静无声。后宫妃嫔岂不都以子嗣为重吗？是的，皇上。既如此，他让皇后挑以养子是对他的恩赏，他为何不要？难不成还休想着要生下自己的孩子吗？殊不知，此时的永和宫内，凤九言所思所想没有一点是关于萧玉的。短短10日，北大营那边，孟将军夫妇收到了凤九言的信。哎呀，这母亲若是知道，交给我，我来安排。只是，夫君，你真觉得乔墨是被逼无奈的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，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？夫君，我也不想怀疑他，但有些人和事不得不防。你想想，从龙虎军遇袭，再到乔墨带着武林盟支援，冒充九言带兵，这些事儿看似顺理成章，却透着股蹊跷。现在我没法给你一个肯定的确据，但我相信，只要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孟将军深知妻子的谨慎稳重，他不会做没有把握的推测。是，我早觉得他不对劲儿，如今他顶替孟行舟这个身份，更加验证了我的怀疑。如果真是他计划了这一切，我会亲手清理门户。母亲那边，我先命人过去，竭尽一切所能封锁消息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得亲自回去一趟，顺便看看母亲的病况。想来乔墨也要回来了，在没有查到确切证据前，你只当什么都不知道。一方面，她如今是皇上亲封的女将军，牵扯甚广；另一方面，人在得意的时候，更容易露出马脚来。总之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行商议。夫人呐，
能娶到你，夫复何求啊！我现在更担心九言，那孩子重情重义，又和乔墨打小的感情。瞧瞧这信上所写，句句都在为乔墨开脱，生怕我们责怪。是以在查明一切前，九言那边也先瞒着。你说的对。孟将军夫妇出于关怀，选择瞒着凤九言，却不知凤九言也瞒着他们，暗中调查乔墨。紫晨宫，皇上有消息了，方才射来一暗箭，箭头上插着一张字条，去长信宫。另外，让人盯着永和宫。遵命。长信宫内外寂静无声。凤九言一袭夜行衣，推开殿门，随即便有无数侍卫现身。束手就擒吧！凤九言闪身躲过，从侧窗翻出，但迎面便撞上萧玉，他竟设伏在外面。好在凤九言反应够快，一跃而上，到了屋顶。我竟不知当今圣上是恩将仇报之人。你真是皇后的暗卫吗？曾经是。你为皇后做事，给朕解毒，也是因为皇后吗？是。你若驾崩，皇后娘娘变成了寡妇。于是萧玉迅猛地出手。两盏茶后，永和宫突然看见一道黑影潜入内殿，不过一眨眼功夫，又看到一道威严的身影逼近。萧玉一路追着人来到永和宫，亲眼看到那女刺客进了寝殿，后脚便蹬了进去。地上有几滴血，延伸至御房。突然，御房的门开了。皇上圣驾至，怎么没人通报？女人裹着单薄的寝衣，刚沐浴完的模样。萧玉蓦然抓住她肩膀，一直在沐浴。方才进来的刺客，看到了吗？不敢让朕搜。皇后，你最好盼着朕能搜出他来。若是搜不出，你就是那刺客。皇上，他救了您，您非要把人逼上绝路吗？几乎与此同时，他听到砰的一声，抓住他！骤然间，萧玉凌厉的目光投向凤九言，凤九言始终淡定。诚然，凤九言很想得到萧玉所谓的有关下毒者的新线索，但他不会鲁莽行事，就怕萧玉使诈。明知在发现九级鞭后，萧玉就已经对他有所怀疑，今夜他当然要做好万全准备。考虑到线索的重要性以及此行的危险，他亲自赴约，并提前安排吴白待在永和宫。只待他回永和宫，吴白就以女刺客的身份逃出去。奇怪的是，萧玉似乎并不着急去追外面的刺客。萧玉的呼吸落在他肌肤上，鼻尖有意无意地试过他脖颈。你身上有广寒仙的香味，朕与他交手时撒了无色的广寒仙，那气味一旦沾上，即便用水冲洗，一时片刻也消散不去。皇后，该你解释了。方才臣妾与他相拥告别，许是那时沾上。萧玉目光深邃地看着他，而后萧玉松开了他，转身离开。一边，陈吉等人追踪吴白，无果而返。皇上，属下无能，让他逃了。确定是他吗？是的，属下确定。不必再查了。是，皇上。吴白一早定好逃跑路线，十分迅速地甩掉了追兵，逃到宫外。回想不久前，真是千钧一发，差点就被皇上抓个正着。不过少将军真是有办法，能想出这法子瞒天过海。紫晨宫，萧玉坐在水池里，他薄唇轻启。相拥告别。哼，他的皇后虽聪明，却也不乏一时糊涂。广寒仙是用来追踪之物，一沾定人，根本无法人传人。将军宴结束后，萧玉还要与各方将领商议梁国受降的相关事宜，因而乔墨在皇城待了好些日子，时不时要入宫。皇后娘娘为将士祈福，臣便想着无论如何也要亲口向娘娘行礼致谢。方才与皇上在御马场，便顺道提了这个不情之请。将军客气。祈福事小，将士们浴血奋战才是真。皇后确实担不起这功劳。别说很想反驳，娘娘明明就是去北境领兵作战了，结果这功劳都归到了乔墨身上。皇上，若是没有娘娘祈福，我们没这么快大胜梁军。你说皇后有功，皇后便是有功。孟少将军何时回北京？诸事毕，大概这2日就要启程了。一方安宁，便交由将军了。娘娘放心，一定不负所望。臣也希望娘娘身体安康，早日为我南齐诞下一位储君。凤九言心中一凉，抬头深深地望着乔墨，两人之间涌动着一股异常的情愫。转瞬间，凤九言扬唇浅笑，那一笑有颠倒众生的美，却叫了解他的乔墨后背发凉。萧玉几乎没见凤九言笑过，多看了他2眼。皇帝在这坐着，师姐妹2人也说不上话，于是乎没过一会儿，乔墨便告退了。凤九言也起身做好要送萧玉的准备，哪知萧玉仍坐着，视线落在凤九言身上，却看不透他。
若说他有情，他对自己总是这副冷冰冰的死人脸；若说他无情，他每每神志不清，总会对他说些赤裸裸的胡话，而且不辞辛苦地为他解了天水之毒。凤九言不明白他这人意欲何为，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没工夫陪他拌嘴取乐。回到御书房，查得如何？据属下所探查到的，皇后娘娘儿时并没有拜师习武的经历，但在12岁后，她便被复职高阁。那几年经历过什么，贴身伺候她的婢女和护卫都已离世，查无可查。皇后身上的功夫明显是童子功，要么陈吉并未查到全部，凤家刻意隐瞒了凤微强习武的真相，要么他宫里这个凤微强是假的。萧月的脸色尤为凝重，查到这一步，他竟不知道接下去该拿皇后如何了。几天后，宫外，阿姐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是我回来了。阿姐，那些山匪，他们把我……别怕，微强，别再说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跟我一起去北京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皇贵妃来了！我逃，皇贵妃把我抓了回去，他对着我笑，让我跪地求他，让我一辈子待在皇宫里，一辈子守着不喜欢的男人。凤九言只得狠心，以手刀敲晕了他。宋离为凤微强诊治后，告诉凤九言，他这个情况时好时坏，难得有清醒的时候，一旦想起那些事儿，就会急于逃避现实，把自己藏起来。那么，他清醒时说的那些，可信吗？若是清醒的时候所言，那必定是可信的。凤九言瞬间陷入黑暗阴霾之中，目光变得很沉。一辈子待在皇宫，一辈子守着不喜欢的男人。这是微强的回忆中皇贵妃所说的话。试问，已经将微强折磨成那副模样，如何断定她还能嫁入皇宫？彩月说过，微强从未和任何人说她不喜欢皇上，毕竟这是大不敬。但神秘人又如何断言微强会一辈子守着不喜欢的男人？是以那些话不像是对微强说的，而此前他就有疑问，那神秘人对微强所做的事太过残忍，更像是泄私愤。微强性子纯良，没有任何仇家。如今结合微强的回忆来看，果然不是冲着微强，那就很可能是冲着和微强双生容貌一样的人，也就是他，凤九言。希望他凤九言一辈子待在皇宫，希望他凤九言一辈子守着不喜欢的男人。如此听来，才是合情合理。慈宁宫外，娘娘，是废太子。废太子萧卓，连双神色复杂地望着萧卓，记忆中他是金贵无双的，如今却……皇后娘娘。守门的侍卫恭敬行礼。宫卓闻声，虽没有转头看，但身形微微一震，显然他也没有预备会在此见到曾经的未婚妻。他低下头，像个普通的平民，侧过身子撤到一边。凤九言目不斜视，径直进了慈宁宫。慈宁宫内，皇后坐，哀家找你来是为了中秋宴的事儿。凤九言看出宁妃醉翁之意不在酒，2刻钟后天下起雨来。太后像是不知道废太子还站在外面，没有任何吩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雨过天晴了。凤九言起身告退，行至慈宁宫外，余光瞥见了废太子。他脊背微弯，在对凤九言行礼。回到永和宫，你与废太子是旧相识？奴婢曾是废太子宫里的人，那时候年纪小，被卖入宫中，幸得太子这位仁慈的主。可伺候主子不到1个月，他就出事了。那天东宫死了好多人，奴婢懵懵懂懂的被废太子安排待在宫桶里，被运出了宫，后来才进到凤府。娘娘，奴婢并非有意隐瞒，废太子叮嘱奴婢万不可透露奴婢的过往，奴婢这才……此事凤家可有人知晓？奴婢不知道，切莫再向别人提起。是。这天以后，宫中谣言层出，围绕着皇后和那位废太子说得绘声绘色。听说了吗？那日皇后和废太子在慈宁宫外眉目传情，情不能自已呢。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难怪皇后会在中秋宴添上废太子，这是假公济私呀！娘娘，不知是哪个传出来的，真是胡说八道！让废太子入宫，分明是太皇太后的意思，如此毁人清誉，好生歹毒！太皇太后骤然要求废太子参加中秋宴，就已然在设局了。然而这设局不太可能是太皇太后。谣言遍地，凤九言充耳不闻，专心准备中秋宴的同时，也在筹划着离宫一事。
若只有他自己一人直接走了便是，但眼下还要顾及凤家，最稳妥的法子便是以假死金蝉脱壳。他在等待这个时机。皇上驾到！凤九言眼底有些乌青，便知他这几日没睡好，殊不知费心劳力不假，但却是为了出宫。皇上有何吩咐吗？朕看过那赴宴名册。凤九言以为他要过问废太子的事。既思念家人，中秋宴，你的父母可入宫。凤九言略感到意外。怎么，不高兴？他让凤家人入宫是为了寻机滴血验亲，要看凤九言是否是真正的凤微强。不，臣妾只是没想到，臣妾带家人先谢过皇上。君王多疑。凤九言并不确定萧玉是否相信那女刺客是他的暗卫，而非他本人。尤其那晚萧玉突然提到广寒仙，他一直想让吴白去调查此物是什么，但近日萧玉又派人看守监视着，他又在准备离宫，便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再者，如果萧玉真的确定他有问题，不会还能容他待在宫中继续做这个皇后。萧玉离开永和宫后，沉声吩咐陈吉：滴血验亲一事，你去安排。遵命。另一边，芳菲殿内，贵人，皇上又去永和宫了，但只待了没一会儿。不过看起来皇上也没受那谣言影响，还远了皇后娘娘的家人入宫赴宴呢。是吗？我且问你，若是你深爱一个人，会允许他与旁人暗中传情吗？原来皇上也没那么喜欢皇后娘娘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太扎眼了。另一边，宫外客栈内，皇兄，王爷，我如今是庶人。皇兄，此番我前来是受皇上所托。这段时日，皇上迟迟没有召见，是因为我晓得皇上日理万机，这些年有你在皇上身边，我很安心。皇上始终不相信您当年真的。王爷，往事不可追，我已受罚，何须悔过？只有一事放不下，忽然被传回皇城，北宫有人想利用我对付谁。近来宫中那些谣言，请你在皇上面前解释一二。我与皇后娘娘从未有过旧情。我信，先帝赐婚时，凤家女不过12，如何生情？相信皇上也不会疑心什么。事实上，萧玉首先并不确定现在这个皇后是不是真正的凤微强，自然也就不会在意那些谣言。那便好。他孑然一身，不愿凤家女受他连累。转眼中秋家宴至，宫女们上酒菜时，突然打翻了凤九爷面前的酒水，洒了他一身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无妨。只见那宫女手中的瓷片划破了皇后的手，血珠直往外冒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拖下去！凤九言神色清冷，假装没看到那宫女的小动作。无人注意到凤父身边的婢女手持一根银针，凤父突然吃痛了一下，本能的抬手，见到地上有只硬壳虫，便以为是被他给叮咬了，没有当回事。凤九言看向手上包扎的纱布，眼神清冷无味。这是萧玉安排的，难怪让凤家人赴宴，想来是为了验证他的身份。他因着那女刺客一事，怀疑凤九言不是凤微强，如此让萧玉验证又何妨？陈吉走到帝王身边，皇上，一验血可溶。萧玉闻言，面上并无情绪显露。血可溶，皇后是凤微强本人无疑，那便是凤家刻意隐瞒了凤微强会武功的事。但以皇后的身手，正常情况下怎可能被那群山匪所擒？难道是事先被下了药吗？中了药，便是武功再高强的人也只能任由那些山匪为所欲为。萧玉眼神泛凉，一时不知自己心中那股无名火因何而来。随后工人们将节礼送到每个人面前的石案上，按规矩这节礼是要等各自回去后才会拆开来看，是以哪怕再好奇里面是什么，众人都按捺着。忽然间却听咚的一声，打眼看去就看到一个小太监不小心弄翻了节礼，而那节礼正是废太子萧卓的。废太子的节礼是什么？只见除了几块中秋饼，还有一个香囊，一封帕子。在南齐，香囊是女子送男子的定情物，帕子也是非常暧昧的物件。看着那香囊和手帕，萧卓脸色变化，意识到自己和皇后被算计了。一旁宗室的小世子调皮好动，跑上前拿起那帕子，自以为多识了几个字，用稚嫩的声音念起来：两岸青山相送迎，谁知离别情。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头潮已平。哦，父王，这首诗好凄凉啊，一点不像是中秋人团圆。这首情诗表达的便是心心相印却难成眷属的哀恨。皇后，
你来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太皇太后，臣妾也不知此物是从何而来。你不知道？这节礼可是你亲手准备的。皇上，早有耳闻啊，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是皇后和和萧公子有私情啊。皇上，臣妾准备的节礼有2样，一样是所有人都有的中秋饼，还有一样则是各不相同的物件。问题定出在节礼包装过程中，为防止工人偷拿东西，出门的工人都要被搜身，是以带东西进去容易，想要拿出去就难了。臣妾怀疑，原本为萧公子准备的冻疮膏，可能被换到了其他人的节礼中。所有人，打开节礼。冻疮膏，我这里多来颗冻疮膏。怎么会有只死老鼠？甚至太后的节礼里面放着一条侍卫的腰带。乱了，都乱了。慕容禅猝然转头看向宁妃，宁妃对着慕容禅笑，没错，是他出卖了慕容禅。他是不喜欢皇后，可他也瞧不上慕容禅。嘉嫔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擅自打开慕容禅的节礼。皇上，这是状书，状告慕容杰的状书。敬贵人，你那位兄长贪污军饷，霸占他人军功，真是好手段呢。不，兄长不是这样的人。龙椅上，萧玉将那状书细细看了，一个字儿都没放过。清白的，朕不会冤枉了他；有罪的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半个时辰后，陈吉押着一名伤痕遍体的太监前来复命。皇上，此人已招供。那太监在内务府当值，但无人知晓他还是慕容禅的心腹。对，是我不瞒你们这些娘娘很久了，一个个勾心斗角，但凡有什么不满，就拿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撒气，我就毁了你们的体面。说完，他愤然起身，撞柱自尽。好好的中秋佳节进了血，众人都觉得晦气。敬贵人见血便会晕眩，先行回去吧。皇上，臣妾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晕了过去。紧接着，几十支利箭射来。护驾！凤九言经常遇到刺杀，他眼观八方，预感到若是谋划精密的刺杀，乱箭定是障眼法。突然，他看到了，脑海中浮现4个字：护驾时机。萧玉亦是武功高强之人，暗箭射来的时候他看到了，但突然间一抹身影冲了过来，中箭后倒在萧玉面前。霎时，那一箭仿佛也刺中了萧玉。娘娘！监室内，萧玉把人面朝下放在床榻上。凤九言的意识很清醒，他不会让自己有性命之忧，但痛也是真的痛。皇上，这剑是铁簇，可能被涂抹了毒药，需要立马拔出来。但观其剑感，乃极刺螺旋纹，将它拔出体外，疼痛非常人能忍。拔。有了他的准话，太医遂以精准的角度和力道将那支箭拔出。凤九言紧攥着身下的被褥，只一声闷哼，便再没有任何吃痛的喊叫。皇上，果然如臣所料，这上面有毒，可有性命之忧？幸而拔得早，娘娘并无大碍。说着，太医立马处理起伤口。太医甚是钦佩，男人都忍受不了的痛，皇后娘娘竟然如此能忍，一声都没喊。他动作加快，又冲洗了几遍，并且挤出那毒血，直至挤出的血是正常的红，这才停下。凤九言也终于支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上完药，太医一脸难色。虽说医者眼中不分男女，但毕竟是皇后。接下去包扎伤口，需要绕着前胸缠上一圈纱布，那就得脱下娘娘的衣裳才行。皇上，可让宫中的妇科圣手帮娘娘包扎。退下。刘世良站在养心室的门边，离得不远不近。他亲眼瞧见皇上将皇后娘娘托起，接下去的事儿他瞧不真切，只瞧见什么东西掉了下来。刘世良眼尖，迅速反应过来，那是皇后娘娘的腰封。那皇上岂不是在拖？刘世良不敢再看，赶忙背过身，面朝墙壁站，焦灼的身影显得一世独立。他静静的来，静静的离开，不想打扰任何人。皇兄，恐怕这宫里还有刺客潜伏，我送你出宫。皇后娘娘对皇上用情至深，不惜以命相护。皇兄，你尽可以放心，娘娘如此行义，皇上断不会因为今晚节礼一事误会你与皇后娘娘。萧卓没有接话，对着他拱手行礼。养心室，凤九言趴着昏睡了1个时辰，缓缓苏醒，一睁眼便看到莲霜守在床头。外面无事了吗？回娘娘，没事了。刺客被诛杀，其他人也都平安离开了。凤九言见四下无人，招呼莲霜将手给他，以防隔墙有耳。他在莲霜手上写字。莲霜看到所写的内容后惊慌失措，娘娘让他联系吴白送假死药。
这么说，娘娘是打算借着这次的伤假死离开皇宫。参见皇上。见皇上。皇后醒了吗？莲霜也不清楚该不该说娘娘醒了。好在这时帐内的人开口：“皇上，臣妾刚醒。”好生歇着。凤九言打破僵化的局面，支撑着坐起身。萧玉眉头一皱，上前伸手托住她腰腹借力。在萧玉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碰到了凤九言的旧伤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定在那儿。怎么了？无事。萧玉并不知道他腹部的伤，先前为他包扎伤口时，只将他衣物退至胸下，视线也没有乱瞟。不过不可避免的还是看到了些东西。他自认为没什么，不会受其影响。可眼下看着凤九言，不由得怀疑，女子的衣物都这么能遮掩吗？皇上，臣妾该回永和宫了。萧玉有些不自在地移开视线。朕命人准备软轿。芳妃殿，慕容婵早已醒来，从秋红口中得知，她离开大殿后便出现了刺客，是皇后为皇上挡下致命一剑。没人在意那些谣言，皇上也不会再查下去了。他满盘棋子皆毁于一人之手，那便是宁妃，一定是宁妃告密，否则皇后如何能做出反击？你马上去趟东门找刘公公，让他想法子给父亲传个口信，据说那状书的事务必要快。状告兄长的状书已经到了皇上手里，父亲他们必须要快点做打算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慈宁宫，可能皇后之位本就是我的。你，哎呀，秀婉，哀家让你谨言慎行，你如今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。见贵人几句话就令你宛若失了智，你也不想想他有那么好心啊？他是看准你不像容妃，不会被皇上宠爱，又好拿捏，才想着扶持你上位。等他生下皇子，你守着空位，到头来还是要被一脚踹下，你明白吗？被太后一点拨，明妃稍稍清醒过来。皇上还是皇子的时候，先帝就打算把他许给皇上，但那时正值多事之秋，赐婚的事儿就耽搁了，到最后竟被凤微强后来居上。这口气他忍了许久。慕容婵确实有手段，能看透他心思，轻而易举的就能挑起他的怒火。但是姑母说的更对。陈宫，陈吉恭敬请示。皇上，已审问出来，那些刺客是梁国江湖杀手，受梁国三皇子所雇。将尸体送去梁国，并传朕的话，梁皇若是管不好自己的儿子，朕不介意送其早日入六道轮回路，寻一对好教养的父母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那位梁国三皇子非死不可了。永和宫夜已深，凤九言毫无睡意，他计划离开皇宫，这期间得假装重伤不愈，只等到那假死药送进宫来。但皇帝不知怎么想的，将他这永和宫戒严了，外面多了不少侍卫，进进出出十分不便。更诡异的是，半夜萧玉来了，坐在凤九言床边，也没问他睡着了与否，一坐就是半个时辰，什么话都没说。太皇太后驾临永和宫，威仪万千，他太过专注于皇后的事，以至于他这位皇祖母来了，皇上都没察觉到。皇祖母，皇帝，你昨夜处理刺客一事也没怎么歇息，眼下皇后有这么多人伺候着，你便回去歇歇吧。朕顺道过来看看，正打算离开。太医怎么说？受了惊，想来并无大碍。这时侍卫有事禀告，萧玉便对着太皇太后行了一礼，匆匆告退。最终太后也只留下一句：你们都好生伺候着皇后，便回了万寿宫。之后几天，皇后依旧是高热症状，太医只能先配些温和调补的药。入夜后，圣驾来到永和宫，莲霜心惊胆战，生怕被皇上发现娘娘的病是装的。不只是莲霜，凤九言也厌烦萧玉的到来。他每次来这儿都是一言不发的干坐着，而他越是这样，越显得他好像看穿一切。为何要替朕挡？因为您是皇上。这是他的真心话，哪怕他不需要立功的机会，那晚他同样会挺身而出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他不会让刺客得逞。若朕不是皇帝，你可还会挡下那一剑？说实话，你可会做同样的选择？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施救。师娘时常叮嘱他，他这条命首先是他自己的。萧玉只在意他那一身会。萧玉说不上来此刻是什么感受。林燕儿同样是豁出命救他，为他献心头血，为他折了寿数，可萧玉的心反而会被皇后触动。朕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朕无法给你想要的。母族的荣宠，封你兄长做万户侯，亦或是
你想要过继一个孩子，朕都可以答应。凤九言的心意，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不过为他挡下一剑，他就能封凤九言家人为侯，身为帝王的他未免太随便了，这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？皇上，臣妾并不需要这些，不必现在就提出来，朕给你时间，慢慢想。萧玉人已经离开了，留下凤九言怔怔地望着那帐顶。夜幕降临，紫晨宫约莫此时，萧玉骤醒，帐幔被风吹动，露出空隙，现出男人的身影。他一只腿弯起，手肘撑着膝盖，长指支着额头，腹又挡在眼前，呼吸略显急促，视线透过那指缝，犀利阴冷。刘世良手叶耳尖得很。皇上，怎么了？刘世良一边好奇皇上去了何处，一边瞥向了龙床，看到什么后，他面色略显惊讶。这，看来自灵燕儿被流放后，皇上憋了太久了。皇上，奴才该死！萧玉站在那儿，视线冰冷，嗜血。烧了！他的命令言简意赅。刘世良会意，马上起身，动作利落地将被褥收拾起来。刘世良正在烧那被褥，干儿子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。干爹，我先前起夜，瞧见一件怪事儿，皇上就在后殿井边，直接将一桶井水从身上浇了下去。哎呦，那么凉的水，我瞧着都打寒颤。刘世良知晓一切，未说明。他暗自思忖，皇上今晚这火得有多旺，才会如此。永和宫翌日清早，莲霜发现娘娘衣衫汗湿，便伺候着她擦身更衣。背上的药又该换了，凤九言无法给自己上药，遂褪去上衣，背对着莲霜坐于床边，让她帮着换药包扎。凤九言想着如何弄到那假死药的事，心不在焉。二人都未发现，不知何时萧玉已经站在了那儿，入眼便是那纱帐飘动，若隐若现的白，一如昨晚他梦中所见。萧玉站着，脸色变得阴沉，附着严冬腊月的寒霜一般，卑劣地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后的错。忽然，内宫身后的凤九言感知到萧玉的存在。参见皇上。皇后今日仍是高烧不退吗？是的。伤未好，不必行礼。是。伤口好些了吗？萧玉问。若非凤九言先前捕捉到他眼中的厌恶，还真会以为他在关心询问。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朕让你考虑的事，可有想法？皇上，臣妾并不需要您说的那些。萧玉冷然一笑，似是不信他所言。他出生在皇宫，见惯各样的明争暗斗。母妃总说要提防，因着他皇子的身份，在这宫里很难获得真情相待。但他不以为然，最终因着自己的天真，错信一女人，间接害死了母妃。还有父皇宠爱的妃子恃宠而骄，闹得后宫前朝皆不得安宁。父皇临终前传位于他，叮嘱：后宫的女人可以给他们宠爱，但不可将心交付，否则便是君王之祸，国家之祸。皇后，欲擒故纵过了头，便是满盘皆输。臣妾可以发誓，实实在在没什么想要的。你最好没有骗朕，他日再有所求，朕会杀了你。有病！救他还救出债了吗？萧玉将太医召来，厉声责问。皇后的热症怎么还不见好？皇上，伤口恢复期间难免会伴有热症，再过一些时日，可能就会好转。永和宫，娘娘不好了，皇上让整个太医院为您会诊。这狗皇帝还真是不好糊弄。爹，方才您为何拦着我，不让我说出实情啊？老太医压着声，气呼呼的道：哼，孽子，少混说！你且看看，哪个会像你这般蠢钝？难道在你前头看诊的都是庸医吗？他们不说，便你说。这一来得罪的是皇后，皇后娘娘这伤是为皇上所受，哪怕装病属实，顶多小惩大戒，难不成皇上还会将她赶出宫去？如老太医所言，哪怕200多个太医轮番为皇后看诊，也无人说出所有实情。萧玉坐了良久，终是起身来。自己的身子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他这话别有意味。凤九言眼中附着一抹疏离之色，哪怕没有太医告密，萧玉也看出他在装病，那他便不能继续装下去，不能以此为契机假死离宫。另一边，萧玉看出皇后的热症多半是装的，而那些太医无一人敢言。看在皇后为自己挡箭受伤的份上，他不会拆穿，但也不会纵容。这天以后，萧玉没有再去永和宫。你兄长贪污军饷，霸占他人军功，
为铲除知情者动用私刑，甚至一路派人追杀到皇城，这些你可有听闻？臣妾自幼在寺庙长大，记忆中的兄长正直良善，并不知道他。中秋宴节礼，与你无关吗？臣妾从无那等害人的心思，皇上明鉴。都说死无对证，殊不知死人身上也有的查。看在容妃的情面上，朕给你自己一个坦白的机会。皇上，是臣妾指使，臣妾只是想为堂姐出口气。或许您已经不记得了，当初您登阶前求娶堂姐的时候，臣妾也在一旁。臣妾听见您对大伯承诺，您的妻子只会是堂姐。后来堂姐入宫，成为您的妃嫔，您又承诺过，只待她生下皇子，便封她为后。这些往事，萧玉也记得，但容妃已故。臣妾心里不是滋味，替堂姐惋惜，惋惜她与后位无缘。若是她还能活着，那该有多好。哼，你若只想对付皇后，状书又是怎么一回事？状书一事，臣妾实在是不知的。不只是状书，其他出现问题的节礼，臣妾也一概不知。皇上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，哪怕到了行者司也是如此。萧玉更倾向于相信这番话。一来，慕容禅想对付皇后，便没理由在其他人的节礼上动手脚；二来，状书并非原定的节礼，那就是有人从外面带进去，用以调换。皇上，臣妾手段拙劣，那雕虫小技，想来皇后娘娘早已察觉。此事因你而起，便到此为止。慕容禅转身走出御书房，传皇后，不，摆下永和宫。参见皇上。朕说过，你的伤没好，无需行礼。是。萧玉坐下后，本想问那状书的事，却见他脸色甚是苍白，宛若没有一丝血色。萧玉只是几日没来看他，便已经憔悴成这副模样了吗？太医来请过脉吗？来过，臣妾的身体并无大碍。皇上，娘娘是思念双亲，寝食难安。中秋宴才过去多久？你如今是中宫之主，当为后宫妃嫔表率。是，臣妾知道。入了宫门，亲人远遣。那状书是你放进节礼中的吗？是，但臣妾原想将它放进皇上您的节礼中，最终它出现在敬贵人处，是臣妾未曾料到的。完全撇清干系，皇帝不会信，但他也不能什么实话都往外说。那状纸，你又是从何而来？是兄长救下遭追杀的无辜之人所得，他不知如何处理，便拖到臣妾这儿。凤燕臣救下那人现在何处？凤九言有意透露着消息，是因他听说虽将慕容家撤职查办，但缺少直接人证，在状书上按指印的那些人几乎都死了，唯一的活口便是那被凤燕臣所救之人。这件事臣妾知道的不多，想必兄长能为皇上解答。正事紧要，萧玉这边要离开，临走前他告诫凤九言，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，后宫不得干政，给朕牢牢记住。是。萧玉走后，连双那口气才呼了出来。娘娘，皇上竟突然问起这状书的事，好悬啊！状书的来源，他定然会起疑。眼下查清案情更为紧要，才没有深入追究。娘娘，本想借着夫人入宫给吴大哥传信，可如今皇上不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凤九言紧攥着双手，这皇宫还真是座牢笼，逼急了，他只能自己冒险出宫一趟。慕容杰一案有了人证，进展越发迅速。没过几日，大理寺就定了案。皇上，现已查明，原南境大将慕容杰近2年来贪污军饷文银300万两，且多次强占他人军功，其中包括风水一战、红梅江一战。为了隐瞒罪行，慕容杰残害军中同胞100余人。如今案情逐渐水落石出，南境陆续有人站出来作证。旋即，慕容怀跪伏于地。皇上，微臣教子无方啊！微臣愧对先帝嘱托，枉为辅政大臣。他以为搬出先帝就能得皇上垂怜。你的确是教子无方。慕容杰贪污所得尽数返还国库，不足的子债父偿。令被夺战功者查明后论功行赏，举荐有功者赏200，而慕容杰本人五马分尸，秋后行刑。后宫芳菲殿，五马分尸。贵人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慕容禅心思沉重，他能怎么办？这一切是兄长咎由自取。永和宫内，皇后娘娘说能救兄长一命，臣妾什么都愿意做，只求您手下留情。何谓手下留情？
敬贵人难道以为是本宫要害你兄长，害你慕容家吗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这是做甚？皇上，与皇后娘娘无关，是臣妾来求娘娘的。哼，这倒是求人的态度。皇后，你要为慕容杰求朕吗？慕容禅立马充满期望地看向凤九妍。臣妾谨记，后宫不得干政。萧玉那冷峻的眉眼间含着一丝莫名笑意。送敬贵人回去。是。慕容禅被强行请出去。朕已命人拟旨，封你母亲为一品诰命。是。话音刚落，男人不知何时毅然起身，站在凤九妍前方，冰冷的长指挑起她下巴。不高兴吗？自然高兴。那怎么不会笑？印象中他便几乎没有对萧玉笑过。上次见他露出笑容，便是那孟乔墨来永和宫拜见，那时萧玉才知晓，他这张脸笑起来也是极为明媚。皇上，大理寺来报，慕容杰一案有新发现。萧玉这才松开凤九妍。今晚朕来永和宫用膳。御书房，皇上，官兵从慕容杰府中搜出这账本，原来他不止贪污了军饷，还收受了云南商贩的贿赂。打败蚩尤铺后，南齐攻下红梅江的管辖之权，颁下禁船禁商令，慕容杰却与他们冒充官船，通行红梅江的特权。元城商贩将紫铁矿高价卖给蚩尤铺，而慕容杰又能抽取30%获利。当天，尚被收押在监的慕容杰遭审问，受不住重刑，招认了所有罪行。据他所言，云城、官、商、匪3者勾结，那官营的紫铁矿早已被用来获取私利。上缴官府的紫铁矿大多是用其他矿石以次充好，因为官府收价甚低，而卖给蚩尤部的则是上等。这暗地里的交易从先帝在位时便开始了。皇上，慕容杰透露此前，令臣想起了几位钦差之死。先帝爷时曾多次派钦差前往元城监察紫铁矿的开采，但那些官员皆在途经仁皇山时坠崖。奎安路的卷宗上言，仁皇山山路陡峭难行，险峻的九转崖更是常有冤魂作祟。如今想来，或许是那些元城官商暗下杀手。紫铁矿一案要查，但得密查。永和宫伤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一个多余的字。萧玉心中有股无名火，这是欠他的。他倒宁可凤九妍没有挡下那一剑，晚膳不咸不淡，人也不冷不热，真正的食不言。萧玉素来喜欢女子寡言少语，但皇后这般像个死人，他只觉得烦躁。晚膳结束后，过几日朕要出宫。刚开了个话头，就见对面那人的眼睛骤然亮起，就好似才意识到有他这么个大活人在。皇上要出宫做甚？微服私访。皇上，可否让臣妾同行？你？他去做甚？凤九妍需要这个出宫的机会。若是萧玉同意带他一起出宫，他就有把握摆脱皇后这个身份，离开皇城。皇上，微服私访最重要的是对外隐瞒您身份。您身边若都是些侍卫手下，定然引人怀疑。有些地方官员围霸一方，眼线遍布河城，对外来之人尤为警惕。只怕您这样的，一踏进那城，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。臣妾与您随行，一来可假扮成您的妻子，二来臣妾的兄长识得许多江湖人士，遇到危难时能让他们施以援手。萧玉听到他说妻子，神情微凝。他这么想随自己出宫，多半是担心自己的安危。毕竟他能牺牲内力为他解毒，也能不顾性命的为自己挡箭。萧玉原觉得皇后与他一同微服私访甚是荒谬，但转念一想，此番他出宫必然是危险重重，而皇后武功高强，又有银针解毒之能，关键时候必能派上用处。朕准你同行，但你的伤当真不要紧吗？是，不要紧。而另一边的凤家，凤夫人获封诰命，何府喜气洋洋。听我的总是没错，如今皇后定下性子，得了皇上看重，以后定能得宠。此番封赏是因为皇后舍命救驾，这诰命是她几乎用命换来的。皇上比商人还要精明，如何会做亏本的事？你说什么？凤父抓起手边的茶杯，摔向凤夫人身后的墙，简直放肆！皇上也是你能智慧的。皇上不能，那你呢？如果不是你让我入宫送那药，我们的女儿不会失去一身好功夫。中秋宴那晚，她就不会受伤。他并不知道凤九妍并未听他和凤父的安排，服下那能令人内力尽失的药。快住口！
9月中旬，天气渐渐转凉，翼王修朝携皇后前往祖庙，国中政务交由瑞王等几位重臣处理。事实上，他们带着几名侍卫出了宫，一路前往云城。到了宫外，一行人下榻的客栈里，凤九言见到了假扮成商旅的吴白。他不动声色，经过吴白身边时，落下一张字条：2楼。您2位是夫妻，住这间可行吗？瞧见了房间里的摆设，萧玉和他皆是眉心一皱。那房间乍一瞧十分普通，但那张床上竟摆放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工具，浴桶就放在床边。敢问2位是不满意吗？这上房可是供不应求啊！满意。放心。原是那墙上出现一暗柜，如同箭矢射出，却只见那柜子里放着民间画师所绘的春宫图。萧玉登基后严刑峻法，此类东西禁了许多。客栈为了应对官府检查，就会将一些违禁之物放在暗格内。凤九言站得较远，正好奇地上前来，萧玉蓦地将暗格关上，冷着脸道：“里面没什么。”萧玉将这房间让给凤九言，自己则去了别处，一夜未归。次日一早，萧玉从陈吉的房里出来，而陈吉则顶着两眼乌青，精神缺缺。凤九言推开门，正好瞧见这一幕。或许皇帝不是不行，只是对女人不行。从皇城到云城不过10日路程，这一路凤九言沿途留下记号，方便吴白寻他。就这样，很快到了云城。要进入云城紫铁矿，只有一条路，那便是从人皇山通行。此道凶险，早前已有不少官员于深道遇害。朕不信那所谓的冤魂索命。皇后，明日你与朕一同上山。他倏然望向凤九言，后者没有任何推脱，恭敬从命。当晚，萧玉难得没去陈吉内屋，只一张床，他和凤九言同榻而眠。那床足够大，两人各自盖着一床被褥，哪怕同睡也不会触碰到彼此。而凤九言不管是行走江湖，还是之后在军营，都练就了随遇而安的性子，并无任何扭捏。他很快便入睡了。可即便如此，萧玉还是久久难以入眠。他平躺着，昏暗的环境模糊了视线，但叫人的鼻子触感更为敏锐。哪怕没有肌肤相触，哪怕他们当中隔着1尺之距，他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凤九言的存在。他的呼吸，他的温度，将萧玉带入各样的回忆中。萧玉遭淑贵人下药，他的触碰。凤九言最后一次为他解天水之毒时，他因着失针的影响，对凤九言意乱。中秋夜那晚，凤九言受伤，萧玉为他包扎伤口，亲手褪去他衣衫。甚至于那之后的异梦，萧玉的呼吸稍显凌乱，强行让自己停下那些胡乱的思绪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女人侧躺，如此他才稍稍平复下来。次日，凤九言早早的醒来，却见萧玉站在窗边，似乎心情不错的看着日出。殊不知萧玉一夜未睡，不是打坐就是站在窗边看夜景。辰时，两人坐着马车上人皇山，陈吉则扮作普通车夫，为防止被暗处的贼人盯上，没有多带其他侍卫。马车行至半路时，凤九言忽然感觉到什么，他神色一凛。而此时，萧玉同样察觉出外面的异样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巨石从高处滚落，拦住去路，旋即又是一颗巨石。快下马车！危急，萧玉刚要下马车，身边的女人快他一步，抓起他的手，带着他往外跳。那样的反应绝对是先陈吉之前预判了巨石落下的危险。几乎在他们跳下马车的瞬间，马车被砸得4分5裂。主子，一定有人埋伏在暗处。萧玉低头看了眼，皇后仍抓着他的手，和陈吉一样，凌厉的视线扫视周围。不同的是，陈吉在防守，在保护皇帝，凤九言则是在寻找出路。往下跳！那些攀附石壁的藤蔓名为美人丝，他们跟在石壁内，根茎坚韧不易断，跳下去抓住他们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带着萧玉往下一跃。陈吉没有时间震惊，因为那第3块巨石来了，轰的一声，仿佛山体凿开，一块巨石就这么被吐出来。凤九言牢牢抓着他们，突然间，他瞳孔里映出箭矢的影，有人在另一侧放箭，箭矢如急雨，要置他们于死地。忽然，一道高大的身影将他拥入怀，从后罩住他，是萧玉。凤九言转头对上他冷意的眸子，他是一国之君，他的命比凤九言的重要，但萧玉却来护着他。抓紧！藤蔓断裂，凤九言只觉身体骤然一轻又一沉，整个人向着崖底坠落。好在这悬崖并不深，加上有参天巨树的缓冲，又有内力支撑，不至于丧命。只见距离自己不远处的萧玉，他中箭了，那箭扎在他左肩。凤九言立即上前查看，他动作利索地拔下那支箭。凤九言跪着俯下身子，双唇附于他伤口处，箭上有毒。凤九言只能用这种方式将那毒吸出来，吐出去。许是因着痛苦，
年轻的帝王闷哼了一声，他伸手要推开凤九妍，却被凤九妍极强势的将那只手摁在地上。不多时，毒血被吸清了，凤九妍这才松开他，坐起身，抬手擦去嘴角的血渍。阳光洒在凤九妍身上，落在萧玉眼中，那张脸散发着极为好看的柔光。凤九妍本该就此离开，毕竟她自出宫后就在等待机会。可现在，若是就将萧玉丢在这儿，恐怕那些杀手追赶而来，她10有8九会被杀。凤九妍决定先将萧玉送至安全处，她再走。于是，凤九妍将萧玉扶起，将萧玉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，支撑着他往前走。凤九妍终于看到几户人家，而萧玉这会儿已经有些昏昏沉沉，不分东西。你带朕去哪儿？凤九妍没有回答，扶着萧玉走到一户较为偏僻的人家，敲了几下门。这家住着一对老夫妻以及他们那不满10岁的孙子。他们倒也好心，见两人长得整齐，不似坏人，便让2人进了门，并安排他们暂住在空置的西侧屋。凤九妍将萧玉扶到床上，对着老夫妻解释：“我与夫君遇到山匪，受了伤，还望您暂时留我们住上几日，我很快去取银钱来，以示酬谢。”老头给了妻子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出去商量。他转身要走时，半昏半醒的萧玉骤然紧握住他的手，轻眯着双眸质问：“去哪儿？”“我去寻。”“待在这儿，不准离开。”说完这话，他便晕了过去，但他仍死死抓着凤九妍，如同尸体僵化后怎么都掰扯不开。凤九妍费了很大的劲儿，将萧玉的手指一根根掰开，抽离出来。“我不是要一走了之，来世有家丁与我们一道，我想去寻他，或那夫君已经没有性命之忧。”“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能走，我们可都是本分人家，不敢惹上这人命事。”随后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他们一家从外面锁上。1个时辰后，萧玉醒了，他睁开眼，便看到凤九妍干坐在桌边，盯着房门。“过来，扶朕起来。”“我担心神急，想出去寻他。”“他没那么容易死。什么时辰了？”“约莫戌时3刻。”“此处距离镇上多远？”“不知。”“他们想做什么？”“怕我走了，把您一人留在这儿。您受了伤，先歇着吧。就算想去镇上，最少也要等到明早天亮后。”“这床潮得很。”“云城水气重，难免发潮。可眼下我们没得选。”萧玉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唇，一段记忆冲破桎梏。彼时他正是用这张嘴吸出了自己左肩上的毒血。“奶奶说你们一定饿了，让我拿馒头过来。”凤九妍私下里用银针试毒，确定没有问题，才拿起馒头吃起来。“哎，姐姐，他不是你男人吗？你为什么不给他吃啊？”“拿着一个馒头送到萧玉手里。本以为萧玉这尊贵的一国之君吃不惯乡野粗粮，却见他一点不嫌弃的咬了口，慢条斯理的咀嚼起来。在他看来，一位娇生惯养的世家小姐是该吃不惯这馒头的，但凤九妍却像是吃惯这东西，没有丝毫难以下咽的反应。他不禁怀疑凤九妍过去到底经历过什么。翌日，凤九妍无法再等下去，她借口要去山上采药，给萧玉的伤口敷药，一大早就背着竹篓走了。这村子就建在人皇山脚下，凤九妍没必要真的再去山上。出了村口，她便打算将竹篓一扔，一走了之。大姐姐！凤九妍一转头，便看到那老夫妇的孙子，还有那跟在他身后一副病恹恹模样却威严十足的萧玉。萧玉看着被他扔在地上的竹篓，薄唇浮现一抹耐人寻味的冷笑，叫人不寒而栗。你这是要去做甚？山路不好走，想找人问问如何去镇上找大夫。大姐姐，山路明明好走得很啊！你们怎么出来了？哦，你男人让我带他寻你。大姐姐，你们感情真好，就像我爹娘，一刻都不分开呢。萧玉面上挂着似有若无的笑。是很好。凤九妍视线微沉。这之后，药没有采，镇上也没去，3人一起回了那农家。进屋后，你想去做什么？找大夫。萧玉审视着他，本也疑心他想走，可想起他对自己的心意，为了他几次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何况凤九妍就算走了，又能去哪儿？或许真的是他多心了，但他还是有必要要提醒凤九妍。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是。另一边，吴白终于从宋离那儿拿到了假死药。本告苏兄弟，此药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别用，否则极为伤身。严重者很有可能经脉尽断，内力尽失，并且这些无法预测，有些甚至用了此药不再苏醒，成了活死人。
伍佰谨记宋离告知的这些，想着定要阻止邵将军用此药。云城，萧玉起初说住不惯这农舍，如今却好几天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还大摇大摆地在村里行走。凤九岩与他同睡一屋，但那床极窄，加上他有伤，凤九岩便一直睡的地铺。这天晚上他睡得前，忽然感到一股异样，旋即憋住气，果不其然，是迷烟。就在凤九岩靠近那床榻时，下一瞬他跌落，被迫趴在了男人身上。你这是想爬床？突然门开了，凌乱的脚步声进了，月光照着他们的影，他们个个拿着大刀，而后猛地朝着床榻挥刀。刺客出手的同时，凤九岩想要起身，却被萧玉按住了腰，被迫与他紧贴着。旋即，萧玉又一个翻身，将凤九岩压在了下方。萧玉只是一抬手，便有强大的内力形成气浪，瞬间将帐外那些刺客掀翻。一起上！哼，一起上是吗？正好，很久没亲自动手杀人了。萧玉紧了紧拳头，随后宛如顺势移动，一拳打在一名刺客的胸膛处。紧接着，那刺客应声倒地。凤九岩倏然坐起身，那些刺客不是萧玉的对手。不多时，陈吉带着人进来，都拖出去。遵命。打斗结束后，萧玉踏着黑暗回到帐内。您这几日故意暴露在人前，引他们现身的吗？萧玉没有否认，他站在凤九岩眼前，忽地钳住他下巴。告诉朕，那迷烟怎么就对你没用？您怀疑臣妾与他们同谋？萧玉只是想逼他承认他会武功。皇后，朕的耐心有限，回宫前你最好把一切交代清楚。萧玉手一挥，将他推倒在那床上。至于你想要的，朕可以考虑给你。凤九岩疑惑了，他想要的是什么？萧玉真的知道吗？萧玉直面自己的欲求，微微抬起下巴，侧头吻上女人的唇角。早就想这么做了。在凤九岩为他吸去毒血时，在他们同床共枕那晚，亦或者更早前，为凤九岩宽衣解带时那短暂刹那的冲动。反正他也需要一个孩子，而眼下他并不讨厌皇后，这个理由足够他接受皇后，让皇后成为皇子的母亲。反正他这辈子恐怕再也遇不上真正交心、互生爱慕的女子，那个不似后宫女子这般多心机的、真正纯粹的。而不管皇后身上藏着什么秘密，至少皇后对他的感情是纯粹的，是不惜为他舍命的。肌肤相触的瞬间，凤九岩宛如浑身炸了毛，他用力推开上方的男人。您这是做什么？凤九岩迅速起身，若非萧玉是皇帝，他方才就一拳挥过去了。哪怕是欲擒故纵，也该到此为止了。您应该是误会了什么，我对您从没有欲擒故纵。哼，为了救朕，命都可以不要，口口声声说想做朕的妻子。凤九岩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反驳：救您是因为您的身份，正如臣子救驾，难道侍卫救驾也是因为对您有情吗？至于说做您的妻，想来是您记错了，我已是皇后，不会对您说这种话。萧玉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，当现实与他一直以为的相悖，便难以接受。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当真？没有。大婚那日，您便警告过臣妾，切莫生出求宠的念头，臣妾铭记于心，是以对您只有敬畏，并无。是朕误会吗？突然，萧玉单手扣住他后颈，似一头野蛮凶残的狼，对着他的唇啃咬。原本抓着凤九岩胳膊的手箍住他后腰，将他桎梏着。凤九岩心中燃起怒火，杀心顿起，理智将他的冲动拽住。眼前的人是南齐的君主，他若死了，南齐就乱了。但不能由着他这样发疯。不管了，凤九岩迅速取出银针，对准萧玉脖颈上的穴位一扎。萧玉此刻正是情绪难控的时候，没有提防住。娘娘，皇上伤口复发，先歇着了，我去别屋坐会儿，你们小声些，莫要惊扰皇上。娘娘，皇上现下……他无事。凤九岩打断他的话，径直走向那偏屋。一盏茶后，屋门被推开，只见皇上好似那突降人间的修罗。皇后呢？娘娘的偏屋。但等他随着皇上进入偏屋时，里面已是空无一人。萧逸的视线落在那后窗上，素来冷静自持的他，在意识到凤九岩跑了后，眼底掀起一阵肆虐的腥风骤雨。3日后，云城外一家驿站内，主子，我们已经出了云城，接下去要往哪走啊？接上危墙，秘密去北京。是。尸体可安排好了。按您说的，寻了个与您差不多身形的死士，套上您的衣物，丢进山林。他们看见那具被野狗啃食后无法辨认的尸体，定然不会起疑。凤九岩下巴微压，
如此倒是省心了。他也晓得吃下假死药对身体损伤极大，是下策。5天后，皇宫永和宫内，莲霜听闻皇上归来，心绪不宁。再一问，果然没见自家娘娘的身影。他意识到娘娘已经成功离开了，既为着娘娘高兴，又十分不舍。把你所知的有关皇后的事，一五一十说出来。纵然侍卫们在山林中找到所谓的皇后尸身，他也不信那个女人真就这么死了。他武功高深，几次三番从萧玉手中逃脱，不可能死得那样容易。莲霜喉咙干哑，他接下去所言都和陈吉打听到的别无二致。帝后一起出宫去祖庙，却只有皇帝一人回来。太皇太后不由得疑心，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他差人去问，得到的回复是皇后留在了祖庙，归期不定。再去问，又得知皇上把皇后的贴身婢女也送去了祖庙。几日后，前朝则出了桩大案，慕容杰与云城官商勾结，外售紫铁矿的事一经公开，朝野震惊。这往大了说是叛国，毕竟那紫铁矿是铸造兵器的重要材料。这一遭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云城的官商匪三者勾结也被彻查。短短1个月不到，抓获数十名云城官员。另一边，皇后呢？那逆女去哪儿了？那药你果真让她吃下去了吗？皇后不是在皇家祖庙吗？她走了，皇上今日将我召去，他说1个月后见不到皇后，我们凤家就要大祸临头了。一定是孟渠那老匹夫，我要写信好好问问他，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夜深，首富江家发生了些夺权琐事，江林摆平此事后回来找宋离，却见宋离所住的地方已经人去楼空。人呢？姓苏的，你们又背头跑了！江家公子宛如遭到莫大抛弃，难过的像条狗。此时，北境边陲小镇一客栈内，客栈里还有几个人。凤九言认出他们穿着的军鞋是北大营的兵。突然，其中一人走过来，对凤微强道：“姑娘啊，瞧你像是大户人家出来的，怎么会来北境啊？不会是和人私奔的吧？”凤九言示意吴白将微强和彩月带上楼。苏兄弟，你小心。北大营的兵，哟，好小子，有眼力啊！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还不赶紧让开！凤九言一个转身，可不多时，几人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，哀哼：“你敢打我们？我们是北大营的，孟少将军听我，我们都是他的兵。北大营，你得罪得起吗你？”北大营军纪严明，怎会纵得你们轻薄良家女子？哼，我们守卫疆土有功，这都是我们应得的。就是，如果没有我们，2人早就打过来了，哪还有如今的太平日子？那便随我一同去北大营，问问你们的孟将军，什么是你们应得的？说错了，是孟少将军，我们只归少将军管。那孟将军算是个什么东西？道貌岸然，贪污受贿，和慕容杰一样，都该死。什么贪污受贿？师傅出事了吗？这江元府都被查封了，你没听说啊？也是，你们都是外地来的吧？凤九言这才得知，这1个月来北境发生了许多事。师傅被关押受审，北大营现在主事的是乔默。2天后，主子，真的出事了！官兵从将军府搜出了受贿所得，将军一直被他们关押受审，折子早已送到了皇城，就等皇上下令处置。皇上现在忙着查云城的事，暂时没有指示，但恐怕再过不久。毕竟这事看上去证据确凿。凤九言思虑再三，暂且决定先将微强等人安排在别处。他在北境有处私宅，距离此地不远，那是原本打算用作新房的。当年那件事过后，他不愿睹物思人，再没去过。知道那地方的人只有他和师娘，就连师傅都不知道。2个时辰后，马车停在一处宅子外面。宋离看着门匾，逍遥居，看来这屋主人潇洒自在，是性情中人。凤九言没有透露自己就是屋主。你们先在此住下，我和吴白出去办些事。苏兄弟，万事小心。